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视频呢，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会进行同步更新的。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当然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磷酸铁锂电池的刀片电池，它的续航里程在北京这一个环境下面来说呢，不太乐观。里面还是一个柳边形，像纸一样的薄啊。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飙车呢，我是薛俊峰，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今天呢，就是在比亚迪汉的试驾的环节了。昨天呢，跟小伙伴去聊了很多啊。汉现在是一套全新的设计，尤其是坐到车里之后呢，其实还是会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包括说这种豪华感，包括说这种所谓的高贵感啊，也是扑面而来。没看过小伙伴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大飙车。这台车呢，静态呢跟小伙伴去聊了很多了。相信呢，对于很多小伙伴而言呢，动态关心的会更多一点。那台比亚迪的宋呢，就跟小伙伴去聊过啊。底盘呢，德国工程师经手之后呢，的确是有了不少的长进。这台车呢，我们说啊，理论来说底盘应该不会太差，但是重要的来了，刀片电池首次在比亚迪车上面应用的这台汉续航能力到底什么样，就是关键中的关键。开起来之前啊，先跟小伙伴去说一个我们传统的项目，就是原地的力矩。它只有两种模式 ，Eco 或者是 Sports。Eco 模式打开，然后我们把仪器轻轻轻轻的勾住固定点，好，匀速90度，1.339公斤，就是它的一个原地力矩啊，算是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那我们现在呢，把它给调到运动模式，再来看一下。好，也是清零固定点 ，OK。1.540公斤就是它的一个运动模式。好，这就是我们的原地的力矩测试。那我现在就把这台车开起来，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这台比亚迪汉它的动态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好，那么现在呢，就把这辆比亚迪汉开起来，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先跟小伙伴去唠叨一下纸面的数据。纯电的汉呢，动力啊，一共是有两个配置，一个是单电机，一个是双电机。那我们这台呢，是一个单电机的形式，综合功率啊，是一个163千瓦，那最大扭矩呢是330牛米。那双电机呢，总功率啊就会更大一些，最大的功率呢是363千瓦，那最大的扭矩呢是680牛米。双电机也是一个4驱的形式，那它的电池呢搭载的都是76.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也就是我们所说啊刀片电池，那也是在0.42小时呢可以充到80%快充的这样一个级别。好，我们还是老规矩啊，然后用的兰花指，记住啊，一定要兰花指，挂到 D 档，把车开起来，跟小伙伴去看一下这台车驾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比亚迪的三电这块呢，总体来说做的还是比较成熟的了，就是起步这边呢也不会有颇为别扭的地儿啊，一切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平。三电这块其实有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相对而言也是比较成熟了。我们先说一下底盘这一块，毕竟呢之前的比亚迪请了很多的国外的工程师嘛，它的底盘调教的真的长进还是很大的。对于这台车而言呢，我们期望也是很高的，但实际的表现呢也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期望值的。底盘这一块呢，质感 OK 是有的，厚重感也是 OK 的，最重要的是它的弹性是比较丰富的，你能够感觉到工程师在底盘部分还是花了很多心血的。如果啊没怎么走脑子，就是一辆普通的车，对吧？弄个电车一开的话呢，一定会感觉会特别累赘，这台车几乎是没有的。好，我们现在转个弯啊 ，OK， 看一下它的回正，好回。回正也是非常准确的。这台车的底盘感觉很轻，厚实感也是十足的，但是的确和豪华车比的话呢，还是会差一点。就是它的底盘，例如说现在啊是一个路面不太那么平整的那么一个比较颠的路，噪音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它的传递呢是有一点碎。什么叫好的底盘？我既能够知道路面的情况，你也能给我过滤一部分，我能够知道里面是1、2、3、4、5，但是呢，我不是让你哐哐哐给我打岔1、2、3，不是，小心告诉你1、2、3、4、5，哦，我知道了，很舒适，
这是好底盘。比亚迪这个底盘啊，还差那么一点功率，尤其是后座。比如你压井盖啊，厚实感有没有？有，但是呢，里面呢带点回针，汤的，前面的这种稳定感，包括这种结实的感觉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会特别明显的感觉后面的悬挂会有额外的跳动感，转向这块呢也不会给你有那种特别做对的感觉。轻轻转向的话呢，也是能够按照你的意识啊，它的车身的这种姿态跟轨迹呢，跟我想象中的话呢，差别不会太大。底盘不错调的，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高速了啊，就可以去测一下它的半途加速的性能了。首先我们把它速度控制在60公里。好，60公里，让它猜，70、80、90。好，再往上呢，就不行了。高速快速路啊，还是有速度限制的。这台车呢，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包括说你从0，你从静止往起开的时候，0到80很快，绝大部分城市道路驾驶你都会说它是一台很快的车，因为毕竟说官方也有相应的数据嘛。尤其是啊，这台还是一个2驱车型，4驱会更快一些。但是问题出在哪儿？60再往上，80再往上。因为我开这个车呢，去过挺远的地儿去玩，正经的120公里的这种限速的高速，并且呢，对吧？就是您懂的啊，就是我也是呢测试了一下，80到120，它的这个时间是特别的长，这个特别长是相对0至60这一块，就是嘿，哎呦，就这种感觉。当然你再快的话，你要等啊等，让你特别的着急。一开始一个猛男，对吧？一身的腱子肉，嘿，一拳打沙袋特有劲儿。来，你给我把这个沙袋从这儿搬到那儿去。2步就趴下了，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后劲儿吧，实在是太怂了。这个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啊。我们拆过一个小鹏 P7 嘛，小鹏 P7 的后段的中高速的表现都要比这车要强了太多了。所以说我只能说它的电机的技术有待提高。之前啊，说我们呢，比亚迪呢也拆过一些 DM 车型，对吧？里面必定一个发动机，是不是？纯电的话，比亚迪也是为数不多啊，几台车，但是呢，这台车感觉尤为明显。城市0至60、0至80好着呢，再往上就非常的困难了，这是让你内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落差。当然呢，可能对于电车小伙伴而言，反正我也不去远地，是不是？我也不跑高速，那没问题，那一点毛病都没有。这车呢，城市道路驾驶，像北京啊环路80，你不超速，妥的，特别舒服。你要说去个远地儿，半途超个车什么的，特别着急。这就是我对这台车加速这块是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噪音呢，稍微的底盘会更大一些，风噪没有问题。夹层玻璃侧面来说呢，也没有特别多的那种让我觉得嘈杂的东西啊。除了胎噪跟底盘反馈的噪音会更多一些之外呢，其他的还好。我会认为隔音这块啊尚可吧。最后还有2点啊，先呢跟小伙伴去看一下运动模式。对，我刚才一直调的都是 Eco 模式啊，运动模式呢，就它依然是外强中干，它只不过呢0至60、80这一块呢，让你感觉速度会来得更为直接一些。它的回馈模式正常的话呢，我还是喜欢用标准回馈，开起来和普通的 AT 变速箱是没有差别的，不会让你感觉特别别扭。如果说你把它调到较大回馈的话呢，拖拽感啊还是比较强的。对于这台车而言，一般来说 Eco 模式回馈给调到标准模式还是一个挺好开的一个车。最后呢，就是关键中的关键，这台车我们开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每一次的里程包括外面的温度呢都是有详细的计算的。最后的一满箱电呢，我是有一半呢是在室内开的，然后呢有一半呢是在高速开的，去北京周边呢去玩了一下，开了大概是差不多150、60公里的高速。这台车呢，我当时拿到一满箱电的时候呢，总里程是7566，它的可续航里程是603。当结束了游玩之后呢，数据是这样的啊，总里程显示是7860，
可续航里程是115，也就是说我用了488公里的续航里程，实际跑了294公里。我们也是算了一下掉电率啊，就是基本上是39.75%，将近40%的。我呢就是正常开，也没有故意的快，也没有故意的慢，就是一个正常驾驶的一个频率。当时北京呢晚上是零下10度左右，白天呢是0度上下的这样一个环境啊，测得的这样一个数值。当然呢，我这个车呢肯定不是我一人开，我们一直在开，包括是吧？这个车啊，同事去过老家去，也是测得了一个数据，它的掉电率呢是达到了一个42.51%。那这个呢是一个基本的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呢，磷酸铁锂电池的刀片电池，它的续航里程在北京这一个环境下面来说呢不太乐观。相对而言，3元锂电池的确会好一些，所以说呢，对于磷酸铁锂电池而言，之后的这种考验是非常严峻的。如果说更冷的天气，我的车放的时间更长一点，那它的掉电率一定会更高的。从安全角度来说呢，磷酸铁锂电池的确相对而言是比较安全的电池之一，但是续航里程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下它的加速的这个性能吧。当然，我们这台车呢是一个2驱的车型，它零百数据呢，官方数据啊是7秒9，我们就说8秒吧。其实说实话，对于正常的车来说呢，可以了，就挺快了。但是说实话，对于一台电车来说，8秒的数据一点都不优秀，是因为在这个级别的车里面，随便一台电车零百数据都是5秒1里。小伙伴说啊，你看你是一个单电机，对不对？你买双电机的去，双电机肯定快。我知道双电机快，但是人家单电机它也不慢呀。所以说呢，综合来说啊，就直觉的感觉，比亚迪你的电机的这一块技术呢，要去再提高一些。总的来说啊，再总结一下，除了续航不咋地，除了中高速加速不咋地，剩下的都挺好的，有优点有缺点。行，这台车的动态这块呢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儿啊，紧接着呢还有一些相应的测试，我们一会儿见。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一些相关的测试。比亚迪汉呢是一台电动车，所以呢它是有电动车专属的测试项目，就没有这个燃油车那些噪音啊、震动这一块呢，我们就省去了啊，我们就直接来看一看漆面色差的情况。当然呢，我们还是老规矩呢，我们在引擎盖的中央去拿到一个基准点，然后测完了以后呢，再绕车1周，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这台比亚迪汉呢它的漆面色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我们还是首先来取点。好，那最后呢，它的最大的色差值呢是0.53啊，这是一个很优秀的这样一个数据了，几乎啊肉眼呢是分辨不出来的。这个0.53的数据呢是在杠皮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副驾驶下面这一侧去测到的。但是呢，这个车呢我们在其他的位置呢也是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数据，例如说在4门的位置最低我们测到过0.02这样一个数据啊，就几乎是零色差了。那一般情况下呢，也是在0.1到0.3之间这样一个数据呢，相互的这个波动啊。总体来说呢，控制还是挺好的。那最大的车差值呢，仅仅是0.53。好，这就是色差的测试。那我们现在呢，去下一个测试，我们看一下。最后一项测试的就是大灯照度的测试。当然，我们的测试环境呢，还是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我们车呢，还是在那条线的位置，然后通过我手上仪器呢，来测试一下这台车大灯的通光量。当然，这台车呢是远近光都是 LED 的形式。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最后在我们仪器上面的读数到底是多少。好，那最后在仪器上面显示的数据呢是4860勒克斯，就是这辆车大灯的最大的一个通光量。那它的最亮的点呢是在副驾驶的位置，大概是在这块位置，左侧这块呢是3900多，所以说呢这侧还是更亮一些。当然它的色温呢也是属于比较偏高的嘛，颜色这块来说呢，是看起来是比较舒服的。好，这是我们这台比亚迪汉动态啊这个测试的所有的环节了。那我们明天呢就跟小伙伴去聊一聊这台有着比亚迪最新的这些心血吧，包括说请的工程师去打造的这台比亚迪汉，它里面到底什么样呢？就是明天想跟小伙伴去分享的话题。好，今天呢大飙车就跟小伙伴聊到这儿，我就是那个不用看别人脸色，自己车自己做主大冰块，当然也是那个只会说真话的大冰块。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拆车我们再见，拜拜。Hello， 小伙伴大家好，我是大冰块，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还不快来了解一下？